Joel's statement is more of a political bluff. The Chinese simply don't have the capacity to wage war against us, nor do they have the industrial capacity either. The 38th parallel is simply a geographical marker.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stop the UN forces from crossing it. Good point. If the Chinese wants to play this poker game, they will have to show more cards than they have till now. Well, I've cabled General MacArthur, telling him he has ample latitude in the Far East and Korea. Tell General MacArthur that we have arrived at the 38-degree line. Forward. 就在昨天，南朝鲜伪军率先越过了38线，麦克阿瑟率领所谓的联合国军大举跟进，直逼平壤。而且今天上午，麦克阿瑟还向金日成发出了投降敦促书。金日成同志紧急召见我朝鲜大使逆之亮，坚定地表示朝鲜军民将誓死捍卫朝鲜的每一寸土地，希望我国政府派兵支援。同时，斯大林同志今天也来电，转达了朝方的请求，希望我们能考虑出兵问题。眼下这个形势啊，估计平壤很快就会沦陷，战火会一直烧到我们家门口啊。刚才我接到了金日成同志亲自写来的求助信，近在咫尺的兄弟国家遭了难，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啊，不能袖手旁观，唇亡齿寒呐。我是不赞同出兵的。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为了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无论如何都是划不来的。我赞成林总的意见，和蒋介石国民党打，我们是有把握，但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打，我们的武器、我们的装备远远不及他们。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火炮14210门，坦克430辆，另外在朝鲜还有1100架飞机，300艘军舰。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更没有军舰。这仗怎么打？我的意见是，最好在鸭绿江一线展开积极的防御，能不打还是不打。主席，天都亮了，要不然您睡会儿吧。你去把彭德怀给我找来。是。主席啊！哦，老彭，你来了。昨天啊，去开会，
我来的晚，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啊，想了一个晚上。你不派人来找我，我也来找你，我要跟你好好唠唠。看来咱们两个是心有灵犀呀。来，坐吧。你派飞机去西安接我，我还以为你是要跟我讨论大西北的建设规划，我连规划图都带来了。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一下飞机，闻到的是硝烟味儿。根据朝鲜发来的最新战报，美军和南朝鲜军还在继续向38线以北推进。他们仗着有飞机大炮，横行霸道，欺人太甚。老彭啊，昨天你没有来得及发言，可大家谈的你也都听到了，实际困难是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呢？我很想听听你是怎么考虑的。我们是有很多困难，可美国人的困难也不少。第一，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到朝鲜要5000多海里。我们呢，背靠祖国，跨江就能进入战斗。第二，朝鲜的地形啊，是个狭长型的版图，山地居多，打这种仗是我们的强项。第三，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当年日本人就是以朝鲜为跳板占领咱们的东三省，咱们不能让历史重蹈覆辙。美国军队固然强大，我们不能轻视敌人，可也不能轻视自己。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又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有信心战胜敌人。你出兵朝鲜的决策，我拥护。有战略眼光，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朝鲜处于危机时刻，箭在弦上，兵贵神速，我们要跟敌人抢时间。所以主席啊，不能再举棋不定了。老彭啊，你看这个艰巨任务，谁来挂帅啊？那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他有些情况恐怕去不了喽。什么情况？第一，他明确反对出兵；第二，他确实身体不好，中央已经批准他去苏联休养。那主席和中央的意见呢？我们的意见，这副担子还得你来挑啊。只是你刚从西北来，恐怕还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老彭，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实讲，我以为啊，你也会谈条件的。咱们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到时候好好的摆摆你的看法。好。昨天啊，我来迟了，没有发言。今天我要表明一下我的态度。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不能忘记。朝鲜与我隔江相望，美军一旦占领了朝鲜，随时会威胁我东北。他们现在又派出第7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控制了台湾，那随时会威胁我上海、丹东等地。这个老虎的本性，它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它的肠胃。如果我们一味地对它让步，那就只能使它更加猖狂。有的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会影响我们搞建设。可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不敢和美帝国主义建个高低，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它倒个稀巴烂。所以，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
讲得好啊！老彭啊，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争取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同时，我们要做好战争狂人随时准备轰炸我们大城市，甚至是扔原子弹的准备。主席，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它关键是我们能否打赢，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最后，无非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也就是说，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我赞成彭老总的意见。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呀！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这是林家图老先生写的信，他也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啊！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更是责无旁贷。我们常说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比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要强大得多。如果我们不出兵救朝鲜，怎么能够显示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呢？为了激发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也要出兵。总之一句话，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Телеграмма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у.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Цзэдун только что сообщил,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готова выступить в Корее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вой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Передать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и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мою особую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также затребовала обеспечить их самым передовым имуществом и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и снаряжением. Кроме этого, они надеются, что наши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е силы присоединятся к боевым действиям. Чтобы они могли тягаться со столь высококлассно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армией, как США, нашим долгом, безусловно, является обеспечить их самым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и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м, но вот направлять наши военные самолеты для прямых столкновений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боюсь, что такое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начало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пасность такая есть. Но опыт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а и всей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показал, что без поддержки с воздуха,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да и вообще победоносной системой, эти китайские войска проти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войск могут навоевать.主席啊，我们已经决定出兵，可我们以什么名义出兵？我想过了。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好，这个名字好啊！在世界历史上，以志愿军的名义支援其他的国家，是不乏先例的。马德里保卫战就是各国的志愿军。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向苏联要的武器装备援助什么时候能到位，尤其是空军。那现在战争，天上一半，地下一半。如果我们有了空军的支援，有了制空权，那这个仗打起来就更有把握。是，我也正为此事担心。我把要求支援军事装备和空军的事情通报给苏联，苏联迟迟没有回复。此事关系重大。本来啊，你要亲自去一趟苏联，
面见斯大林同志。既然我们出兵，苏联也责无旁贷，务必让他们尽快为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空军。好的，总理，我和林彪要去苏联，你马上办一些相关手续，你也和我们一道去。总理，我找您点事儿。什么事儿？我想辞去外交部的工作，去朝鲜参战。3大集体8项注意，第1条是什么？一切行动听指挥。马上去办。是。哟，吃钉子了吧？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不就是想去朝鲜战场立个大功，然后回来让我姐羡慕你吗？我告诉你，没戏。我姐夫已经带着部队去了，等他回来呀，他就是军长，是司令了。人们都怎么说的来着？官高一级压死人。我姐夫那官啊，可比你高好几级呢。压死你，压死你！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进攻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越过3八线，先头部队直逼平壤。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进展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暂定在鸭绿江北岸。不行，这我不同意。咱们大部队这是第1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入朝之后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我的意见是，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彭总，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是啊，彭总。那前线的战士不危险啊？啊？我们这回面对的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根据刚才邓华说的，他们进攻速度还很快。麦克阿瑟这个人啊，持强骄横，目空一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地域中，第1仗，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他打懵打乱，然后分兵合围。虽然我们收复失地是主要任务，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彭总轨道也。第1战打响前，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包括家属。彭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邓华，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20天。打个对折，10天。10天？彭总，10天？10天之内，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彭总，10天，这太紧了吧？来不及了。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10天，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好，就10天。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有。我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治。恩来刚刚来电，由于苏联近期无法进行空中支援，斯大林同志建议我们暂时停止出兵，让金日成同志率领人民军撤到我国进行休整。搞啥子名堂嘛？那当初希望我们出兵的是他，现在又不让我们出兵。主席啊，各路部队都已经动员起来了，那朝令夕改是兵家大忌呀。更何况，这美军占领平壤之后，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迹象，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我国边境推进。军情似火，刻不容缓。现在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这个计划不能变，时间也不宜再推迟。按原计划出兵，朝鲜战场，寇能亡，我亦能亡。What's that sound? Couldn't possibly be the Chinese. Of course, to avoid any risks, all bridges over the Yalu should be destroyed as soon as possible.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the Joint Chiefs, General. You take care of that, Court? General. General Walker ordered the retreat of all to the south of the Chongchun River through Kunuri. Kunuri. Fortunately, the North left that opening, sir. Otherwise... 第42军118师在温井围歼南朝鲜第6师第2团，击毙敌人325名，俘虏敌人161名，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第40军右翼120师306团在尖洞南山与南朝鲜军打响。东线42军30团在黄草岭地区与南朝鲜首都师正面交火。第39军在玉山地区遭遇美军。遭遇美军？对。韩爷，你去查一下。好，哎，不用了，光总，我已经查过了，确实是美军第1骑兵师第8团。怎么会是骑兵师？这个师是美军的王牌劲旅，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历次大战中都是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早已更换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然保留了骑兵师的番号。
在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军中骄子。你妈的碰到硬骨头了啊！通知吴信全，让他看准了再打，把这个真老虎当纸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是。38军现在在什么位置？38军也朝往西川。通知梁大家加快速度，占领西川，即刻展开攻击。是。主席。主席。哦。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啊，同意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对此表达我国政府的立场。通过了。哎，我还以为美国要利用能够操纵联合国多数的优势，把我们拒之门外呢。美国其实有其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机会与我们进行某种形式上的接触，另一方面想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把我们推上被告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想在战场上跟我们斗一把，还要在外交舞台上和我们一决高下。是啊。美国的代表杜勒斯公开宣称啊，对于共产党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提法不是邀请，而是召唤。召唤？真亏他们想得出来，这完全是主子对奴才发号施令的用词嘛。不过他的这个提法已经被安理会否决了。安理会重申了对我们的邀请。好，很好。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美国人，在联合国的讲台上，一样也要打败他们。哎，恩来，你马上组织一个赴联合国的代表团，啊。主席呀，你说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应该由谁来担任？恩来啊，这方面你是经验丰富，心里边恐怕早有人选了吧？主席，恐怕这个团长人选已经在主席的心里了吧？哎，你先说，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想这个代表团团长应该由伍修权同志担任。哎，英雄所见略同啊！总理，你说什么？派我去联合国？是啊，主席说了，这次去联合国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开会，是要和美国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当年啊，你在处理沈阳领事馆事件的时候，和美国人的斗争就是有理有利有节。我相信这一次啊，你也一定会圆满地完成任务。怎么样？有没有信心？主席和总理对我都这么有信心，我对自己还能没信心？好，千军万马杀出来的将军，果然气魄不一样。总理，其实几年前我就差点去了联合国。你忘了，1945年联合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党中央决定派我随董必武同志作为解放区的代表，参加同国民党联合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对，有这件事。当初你们刚刚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呢对你们有戒心，想了个非常可笑的借口把你们给拦住了。他说我有沙眼。按照国际惯例，有沙眼的人是不允许出国的。于是我这个眼睛本来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哎，经他们一检查就患了沙眼了。没想到啊，过了5年，你作为我们新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堂堂正正地走进了联合国，而那个刁难你的
国民党政府只能寄生于台湾的孤岛了。所以啊，我和联合国还是有点缘分的。光华，中央决定，这一次你作为代表团的顾问。您放心，总理，我一定全力以赴地配合吴秀娟同志。太好了，有你乔大才子为我做摇羽毛扇，我就更踏实了。吴将军，您得轻点，这胳膊拍坏了，就摇不动羽毛扇了。有，你们俩都在呢。小亮，我正想问你呢，关于联大的有关资料翻译的怎么样了？您放心，所有资料肯定在出发之前完毕。好，一定要抓紧时间。好，我这就去。好。子枫，因为我国现在同美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目前入境签证的地点就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我们从那里转赴美国，具体的手续你要盯一下。没问题。子枫，还有一件事情，根据可靠的情报，台湾国民党方面已经派遣了特务前往纽约，要破坏我们代表团的活动。吴团长，他们具体有什么计划？目前还不清楚啊。到了美国以后，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单独行动。吴团长，你放心。明天啊，你们就要代表我们新中国去联合国了。你们可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个赴联合国的代表团呐！请记住，你们的每一个人啊，都代表着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和近5亿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全世界各方人士所瞩目啊！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从炮火连天的战场，转移到了唇枪舌剑的联合国的讲坛，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针锋相对、面对面的斗争。这无论对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国家，都是一个挑战。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预祝你们旗开得胜，凯旋而归。谢谢同学，谢谢。吴团长，看见我姐了吗？怎么回事？姐，怎么了？我找我姐，她不能去了，她不能出国了。燕子，姐，不能去了。姐，怎么了？怎么了？姐，你的任务取消了。为什么取消我的任务？是啊，燕子，为什么取消了？这是总理给你派的新的任务。什么新的任务？姐，陈参谋，你怎么会在北京？你们团长呢？嫂子，我们在朝鲜遇上了美国飞机的轰炸，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团长。姐，小亮，老五，到点了。姐夫还等着见最后一面。今天刚好有一架飞机飞沈阳，总理已经特批我们坐这架飞机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姐。燕子，咱赶紧走吧。小亮，赶紧去吧。燕子，一路上照顾好你姐姐。
快走吧。武团长，这次出行的所有资料都是我翻译的，我没有办法现在做交接工作。如果我不去美国，一定会影响代表团的工作。姐，那姐夫呢？你不看他了？替我告诉你姐夫，我工作日结束，立刻回来看他。姐，那只是最后一面了呢，回去。怎么回事？出发！上车！抓紧！没事吧？你不要命了？谢谢。没有。我想在这儿加上毁坏中国财产。爷爷，在这一句之后加上毁坏中国财产。好，抵达后马上打印。 It inappropriate tha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 able to atten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eir regime has not been universally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act of inviting their delegates to attend recognizes Communist China. Therefore, I'd like to propose that the resolution of invitation to Communist China be declared null and void. 主席，啊，恩来啊，伍修权他们今天该到纽约了吧？是的，他们先去莫斯科，然后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再去伦敦搭乘英国的航班去纽约。飞机这个时候应该是降落了。哎，这一路可真不容易啊！ 是，可是刚刚接到的消息呀，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杜罗斯又节外生枝，向联合国提出了议案，反对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他们明明知道我们的代表团马上就要到纽约了，提出这样的议案，无理刁难，从中作梗，这不是故意让我们代表团难堪吗？杜勒
克斯这个人在美国一贯以反共反华著称，他提出这种倒行逆施的议案，不足为怪。看来伍修权他们这回是遇到一块难啃的骨头啊。Я протестую против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господина Далласа. Перед этим премьер Госсовета КНР, глава МИД КНР Джо Энлай уже связывался с ООН, обвиняя США в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м вторжени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Тайвань, требуя наложить санкции на агрессора и по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воду войск. Согласно положению Устава ООН,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данного вопроса Совбез ООН обязан пригласить все страны конфликта. I agree with the Soviet representative's opinion as we debate an issue concerning to a certain country. It accords the UN Charter as well as the presidents to allow that country's representatives to join the gathering.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the regime is recognized or not.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he Communist Chinese delegation be invited to UN. Floor is now open for vote. 中美两国的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表达敬意。谢谢。I shall now declare the result of the vote. The motion of the U.S. representative has been denied. The General Assembly resolves to reaffirm its invitation to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t me have you. Thank you. It's my pleasure. 丽丽安，云天，听到你真高兴。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是啊，好巧啊，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你还好吗？挺好的。一个人啊？啊，子枫也来了。子枫，子枫，子枫，你看是谁？老同学，海云天。好久不见了。哎呦喂，没变吧？没变。怎么样？这么多年不见，忙什么呢？军校一毕业，我就跟着家里人做生意了。哦，对了，我现在自己开了公司，在香港，这是我的名片。我这次来美国是到分公司来出差来的。行啊，混得不错啊。哪儿啊？你们呢？来这里是？啊，我们是来联合国开。哦，我们是来出差的。住哪儿了？晚上请你们吃饭。云天，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我们那边还有点公事要办，要不然我们改天。行，这上面有我电话，等改天有空你给我打电话。走。记得给我打电话啊。吴团长，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向您汇报一下。这次我们在机场，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也算是我的老熟人了。他叫海云天，他现在是蒋经国身边的红人。我对这个人有所怀疑。你是说在机场遇到他了？是的。其实我早就想到了，我们这次来联合国，蒋介石是不会就此甘心的。而且我认为，
海云天在机场和你的相遇，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安排。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要对我们施加心理压力。毕竟我们现在等于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了。虽然我觉得在这种外交场合，他们肯定也不敢胡来，但是一定会在暗中搞一些破坏。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子枫啊，现在因为朝鲜战争的原因，美国反共反华的氛围很浓啊。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是。Waiter， 请坐。还这么帅啊！谢谢。来，谢谢 ，Thank you。看来云天知道我要来啊。嗯，当然。阿月，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当然记得了，我们在德国的酒吧，那间酒吧跟这个很像，也是闹哄哄的。当时你跟子枫正在划拳喝酒，我还记得那会儿子枫最爱喝的是黑啤，而你呢，一直都爱喝 whisky。没错，后来我们俩和你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还有读诗。年轻真好。云天今天约我和阿月出来，不会只是叙旧吧？子枫，我记得当年在德国，我处处都能赢你，可唯独他，我输给了你。我觉得不甘心呐。然后，如果你要对阿月不好，我是绝对不会饶你的。云天啊，你知道吗？当初我为什么老是输给你吗？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三个人经常玩一个游戏啊，叫猜拳游戏。其实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每次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的肩膀、你的胳膊在运动的方向都会有细微的变化。后来我发现这个规律，我为什么一直老输给你？那是因为我要给你留点面子。原来你是故意输给我的啊！阿月，你听到了？我可是一把他当亲兄弟啊，他呢，却把我当敌人。云天啊，是敌是友，其实就在你的一念之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他这话什么意思啊？子枫，你怎么现在说话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呢？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阿月，有些事情我想单独和你聊聊。怎么？我在这儿不太方便吗？我只想单独和他说。子枫，云天跟咱们是多年的好友，让我跟他单独聊两句吧。
谢谢你的酒。好了，有什么话你说吧。你个人的事情，我大概都了解了。跟我走吧。跟你走？去哪儿？留在美国。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可以去英国、去法国、去德国，或者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明天，如果你真的了解我现在的个人情况，你不应该跟我说这些话。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来美国吗？因为我已经帮你把所有出行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只要你肯跟我走，我们可以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我们的地方。我们会重新换一个身份，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云天，你是疯了吗？你这是……为了你疯狂的是值得的。阿月，你知道我对你的情感。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我现在过得很好，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情。你真的过得很好吗？对，你现在是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在他们那里有很不错的位置，但你要清楚，那是因为他们的政权不稳，他们需要你的父亲，需要你这样的人为他们卖命。阿月，你要相信我，你的出身，你的家庭，不会让他们完全相信你。一旦他们的江山稳定了，你和你的父亲都会成为被清洗的对象。我永远不会跟你在一起的，因为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一己私欲而背叛自己发过的誓言。我以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将会是我毕生的事业。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是朋友之间叙叙旧。什么情况啊？Yeah. Lind, we are settled. 怎么办，子枫 No, don't shoot. What are you doing? They're gonna kill us. Listen, we have a session to attend. Run with me. I will cover you. 子枫，你不能自己去。Let's go, let's go. I'm gonna call the police. Go, go. 子枫。各位兄弟，听传道师慈悲，在家子不敢言父名，出外徒不敢言师姓。若有招呼不到，不知老，不欺罪。毕家师孙姓，上天下地，字玉松，
乃青帮前字辈大爷，请问贵爷爷是哪位啊？啊？武团长，车已经到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哎，好。警察局那边有消息了吗？啊，他们已经都回来了，子枫没事儿，你放心吧。老胡，您这辈子没怎么照过镜子吧？那当然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没事照什么镜子呀？啊，我记得第一次照镜子还是我穿上红军军装的时候。但今天不同了，我们是代表5亿中国人民，要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啊。是啊，历史会记住这一天的。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走。通知兄弟们，准备行动。中共他们马上出发了，让兄弟们做好准备。今天我们应邀出席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虽然没安排我们发言，但是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先感受一下会场的氛围啊。好。Любой аг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мира должен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еще раз,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ошу прощения, я должен ненадолго прервать свой доклад. 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вшись случаем, по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от имени всей делегации СССР,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здесь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господина Ю Сюцюаня и других членов делег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а также пожелать успехов в начинающихся сегодня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ООН. Итак,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выступает з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мира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является гарантом мира. А также наши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самыми различ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тольк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我早就说过。 外交是一种与战争相对立的国务行动，战争是以武器鲜血进行的，而外交是以笔墨口舌进行的。战争与外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形态。是啊，彭老总发来的关于第2次战役的方案，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方案。 如果真能把麦克阿瑟这条骄狂的老牛牵进我们为他设好的口袋，朝鲜战场的战局必然会发生根本的扭转。
老彭他们的方案我仔细研究过了，有些地方我用电报的形式给他们做了回复。这场仗能不能打胜，决定的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我相信，肩负着保家卫国责任的志愿军官兵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战争的奇迹。梁新书，爸，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不好。大点声，我没听到。不好。为什么不好？部队穿插没到位，把敌人放跑了。为什么穿插没到位？我以为……你以为个屁！娘妈的！我告诉你，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你硬说碰到一个黑人团，即便是黑人团又怎么样？人家39军在云山碰到的是美军白人团，干掉了他们骑兵师1000多人。碰到个黑人团你就不敢冲锋，我看你是黑了你自己。你38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彭总，你骂我梁兴书可以，你不能骂38军。彭总，我怎么说38军是主力军吗？什么主力？你要主力？你38军在历史上是打过很多胜仗，那是过去，不是今天。梁大牙，毛主席3令5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战，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我告诉你，梁大牙，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我还是有的。你要杀就杀我梁兴书的头，你当我不敢吗？彭总，梁大牙，我告诉你，今天我留着你这颗脑袋，下一战役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牙，连并你38军的番号一并撤销，你看我敢不敢？那咱们就战场上见。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到这里，控诉美国武装侵略我中国领土台湾的非法的犯罪的行为。刚才，美国代表奥斯汀先生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这话说得好，好得很。那么，我想请问奥斯汀先生，你们的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在火星上，而是在台湾。任何捏造、诡辩、撒谎，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的事实：美国的武装力量侵略了我中国领土台湾。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飞机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毁坏我中国的财产，杀害我中国的百姓。请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这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驱逐一切侵略者，收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我想向大会提3点建议：第一，强烈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美国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受到美国集团的干涉和操纵，拒绝了中国政府这合理的和平建议，
联合国以无限期休会的理由，拒绝继续讨论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613师到达什么位置？刚才呼叫过，可是叫不通。叫不通？怎么会叫不通啊？彭总，113师，113师收到请回答。113师，113师，为什么呼不到113师？113师，对方收到请回答。再呼通位置。收到请回答。113师，收到请回答。彭总，好消息，好消息啊！113师的吗？不是，是114师。他们偷袭了占领贾日岭的土耳其旅，5000人被打的只剩下不到2个连。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13师现在已经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关键是敌人现在已经醒了，所有的敌人都会向3所里溃败。113师要是穿插不到，口子不给我扎紧了，所有的计划都会落空。113师，听到请回答。你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吧。我能不急吗113师，听到请回答。这个棋能不能下赢，关键就是113师这颗棋子了。再呼通位置。是。In front of me are at least 200,000 PLA regulars. The bullshit opinion that this is a volunteer force or some small-scale support just don't hold water. Unless we can get God himself in a steel helmet to join this battle on our side, I'm going to have to order a complete withdrawal on all fronts. 主席，吴秀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您看过了吗？看了。美帝国主义仗势欺人呢。但是我们虽败犹荣。看来吴秀全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交给彭老总与枪炮去解决了。113师的正面是从清川江败下来的美军第2师、第25师以及南朝鲜的第1师，背面是美增援的骑兵第1师第5团和英29旅。113师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5天5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给我接通梁琴书。是。彭总。我梁兴初，梁大牙，现在撤退的敌人一起冲向你们的阵地，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们卡不卡得住？如果有1个敌人从我的防线逃脱，我梁兴初提头来见。美军第5次冲锋被击退，阵地还在我们手里。我正面4个军，
已将美第25师、第2师以及南朝鲜的第1师分割包围，正在奋力追歼。美国的北援部队停止进攻。38军2次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志愿军指挥部赋予的作战任务，共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1500余辆，坦克14辆，大获全胜。太棒了，彭总。梁军长没有食言，38军用了14个小时，急行军145华里，抢占了3所里，创造了世界步兵史的奇迹啊！他们的阻击战打得也相当漂亮，尤其是孙古峰，那简直就是一曲英雄壮歌。对，你们说的都没错，38军确实是虎军虎将。我要给他们通令嘉奖。同志们呐！同志们，彭总表扬我们了。彭总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万岁！” This is indeed the worst situation we've ever encountered. But the U.S.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us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current military situation. Mr. President, you said all necessary measures include using the nuclear option? I said using all weapons. All. Do you not understand? 老彭这一仗打的是真不错呀，打出了志愿军的威风，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美国人自以为自己是世界常胜之军，这回啊，让他尝尝吃败仗的滋味。是啊，是啊，这回啊，斯大林同志对咱们中国呢，也会刮目相看了，啊。志愿军现在的后勤补给有什么问题吗？主席，问题还是很严重啊！这前线的补给不光是粮食的问题，这被服、弹药、药品都供不上去。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天无绝人之路，要想方设法保障后勤供应，不得有误。主席，密件。你念给大家听听。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在朝鲜战场的惨痛失败，决定用核武器报复中国，已将数枚尚未装配好的原子弹运抵朝鲜半岛附近。据权威人士推测，可能会投掷到朝鲜或者中国大陆。我们现在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但是我要正告杜鲁门，站起来的中国人不惧怕核威胁，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狭路相逢勇者胜。告诉彭老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准备发起第3次战役。General Wu, before you left America, what else you wanted to say to American people? With Christmas around the corner, I would like to wish the U.S. people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come to the States for peace. Though our proposal have been rejected, we do not feel disappointed. The Chinese are ready to strive for peace alone with the Americas. We believe that the voice of China will be heard in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are ready to strive for peace alone with the Americas. 说得好，
中国终于有希望了。你这是怎么了？你以前从来不看电视的，这些天除了吃饭搞研究，你就没离开过电视。小英，我有个决定，我们应该回去。回哪里去？回我们的祖国，中国去。回中国？杜鲁门打错了算盘，他本想用原子弹来吓唬我们，可没想到啊，先吓坏了自己的盟友啊！英国首相埃德利坐不住了，紧急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面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现在啊，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了。美国人他是进退两难。杜鲁门打错了算盘，他本想用原子弹来吓唬我们，可没想到啊，先吓坏了自己的盟友啊！英国首相埃德利坐不住了，紧急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面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现在啊，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了。美国人他是进退两难。美国近期有可能提出某种停战或者谈判的要求，万变不离其宗啊，不过是个缓兵之计。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任何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我们还是要从最坏的方面着想啊。Qian, are you really leaving? We've already booked our tickets. I'm conflicted these days. I understand you're longing to go home. I just hate saying goodbyes. So do I. But I'm sure we're going to see each other again. Because science has no boundaries, right? Can't you stay? You know better than me that your country has been devastated by war. The condition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lag far behind the conditions here in the States. You're serving humanity no less in the States. I'm quite aware of that. But as I said before, although science has no boundaries, but scientists do. It's because my mother is in need. That's why people like us should return and help rebuild her. I knew before I came here I couldn't bring you around. Let me wish you a safe journey. Thank you. Professor Carmen, we are so grateful to you for your care to Xuesen and our family. We will cherish your memory wherever we go. Let me know what your departure date is. I'll see you off. Of course I will. 主席，外交部刚刚发来的急件，印度等13个国家联合提出建议，希望朝鲜交战双方在38线停火，然后举行由各大国参加的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文件特别提出了，希望中国不越过38线，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要我说呀，这个建议看似公允，其实还是偏袒美国呀。是啊，美国打过了38线，这13国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现在志愿军取得了胜利，他们却出来调停。还有啊，为什么13国不提出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而且这13个国家里就有菲律宾，它可是当初和美国一起向朝鲜出兵的国家之一嘛。哼，所以说啊，他们这个协议没有所谓的公正性可言。主席的意见，我们拒绝这个建议。Mr. President, the British are urging us again to accept the ceasefire proposal by the 13 countries and start negotiations with the Chinese. What's the opin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olds that unless the UN forces are expelled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military actions, we must not withdraw our army on our own.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NATO. I also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the front from General Ridgway, who has grasped the pattern and weaknesses of the Chinese attacks, and given enough time to make adjustments, he can launch successful counterattacks. We now face a big dilemma, Mr. President. If we accept the ceasefire, we may lose trust from the South Koreans and enrage Congress and the press. But if we don't agree, we lose support from most countries of the UN. So first we seek a ceasefire, and later we put off negotiations. 此前啊，13国的提案被一分为二啊。这第一案呢，就是立即停火；第二案呢，就是召开国际会议，大家共同来商讨这个远东和朝鲜的问题。现在第一案呢顺利通过了，第二案被搁置了。目前啊，朝鲜战争的核与战关系重大。今天总理在这儿，就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大家不要客气啊！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耳朵来听会的，希望你们不要保留，要畅所欲言。总理啊，我先说说。我认为啊，13国停火协议啊，对我们非常有利。我国不仅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顺利结束朝鲜战争。 而且，还可以把台湾统一和联合国代表权这2个问题啊一并解决，可以说是利国利民，功在子孙呐。我觉得您的想法其实是多虑了。美国方面，他表面上愿意接受13国协议，但事实上他的关注点是在立即停火上面。至于说， 他说谈判要解决朝鲜乃至台湾的诸多问题，但是美国官方并没有表态啊，这说明什么？美国人在搞缓兵之计呀。我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我们的志愿军要尽快的跨过38线，来粉碎美国政府的停火阴谋。我认为志愿军 不可贸然地越过38线，那样不就坐实了美国人说我们是侵略者的指控了吗？但事实上，美国的军队在之前已经跨过了38线，这38线啊，早就不复存在了。林老先生，你有什么想法？说实话，我一时还很难做出判断呢。 13国协议接受了，好像是有利可图，可其中的隐患
绝不可掉以轻心呐。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志愿军止步于38线，在政治上，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我同意林老先生的意见。如果我们就此止步于38线，将弊大于利。可是，再打下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呀。彭老总在前线接连发来几封电报。目前，由于气候严寒、粮食短缺、弹药供应不足，他建议部队在38线以北休整一段时间，明年开春再发动第3战役。恩来啊，我还是那句话，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美国是因为被我们打疼了、吃亏了，他才欲盖弥彰，扯起了和谈的幌子。可杜鲁门背地里在做什么？在扩大军备。他们设立了国防动员局，把现有的250万军队增加到350万，同时把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提高了5倍。可以断言，杜鲁门磨刀霍霍正在暗地里策划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不能等闲视之，错失良机，被他们释放的和平烟雾所麻痹。要电告彭老总，希望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发动第3次攻击，一定要越过38线。既然美国人无视这条军事分界线，那好啊，我们给他来个来而不往非礼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过38线。小超，小超，我回来了！回来了。周叔好。哟，你怎么来了？周叔，您是不知道啊，这2天我只要一回家，我爸就拉着我问，哎，这仗打得怎么样了？那我哪说得清楚啊？来问您了。来，你今天这么开心，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正好林兄也在，来坐。林兄啊，你来的可正是时候，大捷，大捷呀！我军赢了，不仅打了胜仗，还占领了汉城。解放军3战3捷，中华民族的100年耻辱洗刷干净了。没想到我这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今天呐！周老弟啊，你和毛先生了不起，共产党了不起呀！林兄，过奖了，过奖了。既然是这么好的日子，那我们要不要吃点好的呀？小馋猫，你放心吧，我已经让厨房准备了几道你爸爸和周叔叔最喜欢吃的淮扬菜。那一定要有粉蒸狮子头，还有大煮干丝儿。当然要有，必须要有。小超啊，哎，家里还有酒吗？有啊，我这就去拿。邓阿姨啊，你拿点咱们女士喝的酒。
燕子，女孩子家喝什么酒，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您这也太守旧了。在新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喝酒也一样，对吧，周叔叔？对，我支持。今天，咱来敞开怀来喝个一醉方休。今天，我们为朝鲜战场的彭老总，为无数流血牺牲的志愿军将士们，为外交前线的同志们，干杯！走，英雄。学森，学森。小英，你回去吧，没事。 How can you arrest him? He just wants to go back his country. 怎么样？学森，你听我说，我没犯法，不会有事的。在家里等我消息。学森，学森。 Professor Carmen, 学生 got arrested. What? How did it happen? Wait, I'll be right over. Professor Carmen. I understand Tien's departure situation. It involves a lot of politics. Politics? The Undersecretary of the Navy, Mr. Kimball, once placed Tien's value at no less than 5 Army divisions. He said he would rather shoot Tien than let him leave the country. They're really going to hurt him? No, I don't think so. There's been a huge outcry about his arrest in American society. Right now, I'm working with attorneys to get Tien released on bail. But they're demanding a huge sum. How much? $20,000. Good Lord. Even hijackers wouldn't ask for more than $2,000. This is exactly McCarthyism at work. But be assured, madam, in 7 days, the money for Tien's bail will be available. There are lots of wealthy friends who are willing to help. Really? Well, that's very kind of them. Thank you so much, Professor Carmen. You're welcome. Mr. Chan, come out. I won't leave until everything has been clarified. 学森，学森，蒋英，你不能再在这种地方待下去了，这会把你给毁了的。事情还没弄清楚，我不能够出去。可是你不能总在这种地方待着呀。Mr. Sam, please sign the bond and promise not to leave the States in the next few years. 听我的话，签字吧。先签字，我们出去再想办法，好不好？快签吧。签了吧，签吧。
Mr. Chen, I'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ve been authorized by the FBI and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to inform you of the following injunctions. For the next 5 years, you do not have complete freedom. You must check in with us on the 30th of every month. You cannot leave the area of Los Angeles. And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interrogate you at any time concerning any communist affiliations that you may have. Are we clear?雪森，你刚出狱，身子还弱，你回家吧。我们的家在海的另一边。走，回家吧。来，都把酒满上啊！哎，主席啊，您不是不喝酒吗？平时是不喝呀，今天不是为你壮行吗？啊，喝点酒增加气氛啊！抗美援朝打了快1年了，经过5次战役，终于把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打到谈判桌上来了啊！为了这个胜利，我们先干一杯啊！主席。大家吃点菜，垫垫肚子。好。哎，你们明天就要去朝鲜谈判了，以我的估计，此次谈判不会结束战争，那只是一种战争的新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啊。他们的地点定下来没有啊？开场。这个地点选得好，38线以北，说明我们占了上风啊。按照外交惯例，占下风的一方应该到对方指定的地方谈判。来，为了38线以北，我们干了这第2杯。好，先干杯少喝啊。是。哎。啊！哎，主席，不能再喝了，你身体。哎，刚才说的是开场白嘛，今天的正题还没开锣呢。这叫酒不满，心不成啊！哎，你们知道主席为什么选择你们俩去谈判吗？因为你们都是能人。不仅是能说会道，而且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主席、总理过奖了。哎，我说的是实话，这次是山姆大叔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在战场上被打疼了，急于找一个体面的理由缓冲一下，那才提出要谈判。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认输啊，所以我能猜到，他们谈判的条件一定是非常苛刻呀。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美国人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我们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其实啊，用不着搞得那么剑拔弩张啊。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有理不在声高啊。啊，我送你们16个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主席，您估计这次谈判会谈多久？这次谈判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估计这期间，至少还得有2到3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并且取得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但是，不管在谈判中遇到多少困难，要有心平气和的态度，
即便是谈崩了，也要把谈崩的责任归于对方。实现停战是我们的愿望，其实我们也不想打仗，所以呀，我们也渴望着有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这一次你们一定要掌握这样的原则，能让的抓住机会让，对方虚张声势时不能让，对方蛮不讲理时更不能让。哎，恩来说的对呀，谈判是一门艺术，也是一场战争，是一场看不见流血、听不见枪声的战争。啊，这回你们谈判的对手是美国人，他们可是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啊，所以不仅仅是中美双方的事情，你们要通过谈判这个窗口，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起不到的作用。战与和是矛盾的双方，因为和那是要有筹码的。这个筹码就是能打，敢打，哎，打得赢。我已经跟彭老总交了底呀，让他加紧部署下一次战役，时刻绷紧打仗这根弦儿。啊，他们是跟彭老总在2条战线上作战，你们谈的只管谈，老彭打的只管打，文武之道，相辅相成啊。是啊。这次谈判，我和主席商量过了，把你们这些谈判的成员分为3条战线。哪3条战线？第1条战线呢，就由你柯农同志任总指挥，有什么情况向中央和主席报告，也可以横向的和彭老总联系。第2条战线就是冠华同志，发挥你的笔杆子长处，起草发言稿。那第3条战线呢？第3条战线就是我们的志愿军邓华代表和朝鲜的同志和美国人面对面的谈判。柯农同志，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啊！为了你的软硬两手，也为了你们谈判成功，咱们把这第3杯酒干了，啊！好，多谢。우리는 소련 주재 유엔 대표 마리크 선생이 제의한 조선 쌍방이 한판 정화와 휴전, 그리고 쌍방 군대를 38선 밖으로 철수할 때 대한 건의를 찬성하오. As the map shows, you must draw back to balance our sea and air superiority within a path of land of 11,500 square kilometers. 순전히 강도 논리 지나지 않소. 당신들은 해군, 공군이 우시 가지고 있으면서도 뭐 때문에 이기지 못했어. 전쟁 초기에 당신들은 뭐 때문에 낙동강까지 밀렸고, 후에는 또 압록강으로부터 줄곧 한강 이남까지 밀렸어. Well then, let cannon and aircraft argue. “美帝国主义以为用炸弹就可以让中朝人民屈服。”他们打错了算盘。
这场战争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去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一个什么总统，由他们来决定好了。也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陪他打多久；他要怎么打，我们就陪他怎么打，一直打到他们认输为止。经过长达2年的谈谈打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终于在板门店签字。这场始于38线又止于38线的战争，美国人碍于面子，称其为是个平局。但世人皆知，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是个胜局。它不仅粉碎了美国妄图侵吞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更重要的是，它振奋和凝聚了民族精神，几乎在一夜之间，使中国这个病弱古国，以一个真正团结统一的完整国家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主席。恩来，哎，坐吧。你在研究杜勒斯呢？杜勒斯这个老牌反共专家，天天在研究我们，挖空心思的要扼杀我们。知己知彼呀，我们要不研究他，岂不是被动了？是啊，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的炮制者就是这个杜勒斯。朝鲜战争之后，他就把我们树为美国的主要敌人了。能被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视为对手，这是我们的光荣啊！主席呀，这是苏联政府刚刚转来的，邀请我们去瑞士参加人人晚会议，我们可能有机会与这个杜勒斯正面交锋啊！这是好事啊！这会议主要是讨论什么问题啊？主要是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的问题。本来呀，这个杜勒斯坚决反对我们参会，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坚持说，中国是亚洲大国，没有中国参加，很难解决亚洲的问题。那英国、法国持什么态度啊？英法和美国本来就是盟友，可是他们之间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法两国也有自己的算盘。法国陷入了越南战争8年，急于脱身。英国很早就希望与我们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因为朝鲜战争搁置了下来。
所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4国的外交部长联合发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凡是直到现在未被国际承认的国家，虽然被邀请参会，但并不等于外交上承认它。不管怎么说呀，这是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一次机会。我们不但要接受邀请，还要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派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打开外交局面，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好，我马上着手组织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阵容啊，一定要大，规格一定要高。恩来，我看你就亲自挂帅，这个代表团团长那是非你莫属啊。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So, Foster, I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neva, but now what's changed your mind? Well, I have to go because the Russians put in such an effort to ge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ake a seat. Well, I believe China communism is a bigger threat than the Russian one. I have to go to stop the China communists from rampaging the meeting. You know,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he same Chinese soldiers who were a bevy of ducks under Chiang Kai-shek have become a group of lions under Mao's leadership. Well, Mao's a lion himself, and he knows how to wake up the slumbering lion in China. So your prediction for the Geneva conference? Well, I'll go, ensure everything falls to the wayside or yields nothing at all. There's no way I would allow China communism success on the world stage. 你们俩去通知大家集合，考试时间马上到了。好，何子峰，峰，快点来考试啊！好。龚大姐，这还真让我去考试？当然，这是总理规定的，凡是参加日内瓦代表团的成员都必须经过考试啊。龚大姐，你看看这该上的培训课我都上了，我又不是小孩儿，何必去？何子峰，日内瓦，你不要去了。不是总理，龚大姐，总理，我错了，您不能不让我去日内瓦。不要叫我总理。周外长，周外长，其实我刚才真不是那意思，我跟龚大姐其实开玩笑的，真的。子峰。知道为什么让大家参加考试吗？因为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新中国是极其重要的。你喝水。而且呢，它将解决朝鲜问题、印度支那的问题，对我们新中国的国家利益都是紧密相关的。朝鲜不说了，就印度支那，包括了越南、老挝，又不在3个国家。他们3个国家之间就充满着复杂的历史和现代的纠葛。你们不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你觉得你能够胜任即将面临的工作吗？我知道你们过去在国内有谈判经验，和美国人吵架有经验。那是野太子唱戏呀，无法无天，翻了也不怕。可这次我们参加是正式的国际会议啊，我们新中国是个大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斗争的形势啊。10几个与会国，只有苏联、越南和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东西方比例是4比16。美国想利用此次会议，进一步遏制我们中国。
孤立中国，想看我们新中国的笑话。我们是一支年轻的外交队伍啊，你们这些青年的外交官，大多头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不把这些情况掌握清楚，日后怎么应付得了非常复杂的国际斗争的局面呢？